有请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主持人康辉、蓝宇、黄渤、邹韵。荣耀绽放，山海流光。今夜，当中国电影的星光在胶州湾的海面上熠熠闪烁着，我们相聚在电影之都青岛，共同见证属于中国电影的辉煌。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和暖的海风舒展春天的画卷。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在这里回望120年的峥嵘光辉，拥抱春天的希望和梦想。今夜我们因电影而相聚，电影凝聚每一份光与热，向每一个向往美好的人传递温暖的力量。光影流转，岁月生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中国电影从春天出发，开启新的航程。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电影界的同仁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 CCTV6 电影频道和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共同直播的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各位的莅临。大家好，我是电影人黄渤，代表青岛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邹韵。今晚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和数百位老中青电影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举。首先呢，我提议大家向那些在电影创作道路上初心不改、砥砺前行的老艺术家们致敬。我们掌声欢迎陶玉玲老师，欢迎您；张永守老师，欢迎您；祝希娟老师，欢迎您；肖桂云导演，欢迎您；王苏亚老师，欢迎您。感谢电影在银幕上留下了你们最好的时光，电影也要感谢你们在银幕上投射了永恒的光芒。欢迎各位前辈艺术家。再次欢迎各位前辈的到来。今天呢，华表奖来到了中国影视创作的热土青岛。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电影人对这里都特别的亲切，尤其是导演乌尔善、郭帆，你们对于这儿东方影都的摄影棚应该是最熟悉不过的。前不久呢，《流浪地球3》刚刚在青岛开机，也预祝你们的拍摄一切顺利，期待你们新的旅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王长田先生，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欢迎您。祝贺《哪吒之魔童闹海》在不断的刷新着票房纪录，很多观众都说，当初您预估的票房还是过于谦虚了。这个记录还在不断的更新着，我们也期待着第3部能够续写精彩。今天真的是我们电影界特别温暖、特别难能可贵的一次欢聚。黄渤老师，我们到您的家乡了。对呀，但不是仅是我的家乡。它是电影的家乡，因为青岛是电影之都，而且呢，青岛是很多电影人的福地啊，大家在这里产生了很多精彩的电影。那今天我作为一个青岛人，能够站在家乡的舞台上来欢迎大家，那是感到万分的高兴啊！这个嘎啦味儿就已经出来了，还带着一点海蛎子味儿。对，青岛这个地方特别的特殊，因为在这片土壤上生长出了很多的电影人。我们今天在座的其实就有很多位，应该说青岛对于中国的影视发展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今天在场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辈
啊，青岛籍的演员唐国强老师、倪萍老师，还有大家熟悉的夏雨，哎，还有大家既熟悉也还不太知道的我们的惠英红老师，这都是青岛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但是说了这么多，不，沈腾你坐这儿还愣着干啥？啊？真的，这是半个青岛人，为什么呢？这个跟血缘没多大关系，但是呢，这些年应该说在青岛拍了不少戏，待了不少时间，吃了不少青岛的饭，喝了不少青岛的水。来，再起身感谢一下这片热土，好吗？来，谢谢。啊，也代表青岛人民欢迎所有的人来青岛拍戏。哎呀，真的感受到很多电影人来了青岛，就像回了家一样。其实青岛不仅盛产电影人，也盛产主持人。黄渤做过很多次电影颁奖活动的主持人，倪萍姐不用说了，邹韵也是在青岛长大的。没错，所以我非常感恩青岛的这片热土啊！今天回到家乡，而且站在哇这么绚烂的舞台，格外的荣幸开心。与此同时呢，在今天的现场，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中国电影行业的新生力量，王俊凯、李庚希都向我们挥挥手。这一次你们主演的影片呢，都提名了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祝贺！同时也期待你们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加优秀的作品。而且我们还看到了王一博，听到了你们的尖叫。这次凭借陈硕这一角色是获得了华表奖最佳男演员提名，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你被热爱、全力奔赴的热烈底色。我们要再一次欢迎所有的电影人莅临中国电影华表奖，共筑电影梦，激扬时代情。在这个熠熠生辉的光影之夜，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隆重请出中国电影华表奖奖杯。谢谢，欢迎李雪健老师，谢谢您，我们也欢迎华表奖来到青岛。接下来呢，就请您将奖杯交给我们的青岛籍的电影人代表黄渤老师，有请。哇，这个沉甸甸的奖杯，金灿灿的奖杯，这个太高兴了！真的希望这座奖杯能够留在青岛。大家说好不好？期待你的心愿马上实现。我们再次感谢李雪健老师，谢谢您，也谢谢我们台上的各位青年电影人们，谢谢各位，请回席观礼，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您。刚才啊，黄渤说特别想把这座华表奖奖杯留在青岛，拳拳故乡情再次溢于言表了。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来到了青岛，这也是华表奖第一次在北京之外的城市举行颁奖活动。之前很多人会想，为什么是青岛呢？现在相信大家答案一致，一定是青岛。青岛是中国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的城市，这里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这里还有着顶尖的电影产业集群。目前以东方影都为代表的青岛影视基地，青岛的电影票房总产出呢已经是超过了387亿元。那今夜呢，将这份特殊的华表荣耀赠予青岛，是对这座城市光影功勋的最好的认可。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见证。下面有请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登台，向青岛赠予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念奖杯。同时，让我们有请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生勤登台，有请。有请。两位领导，接下来我们有请青岛籍的电影人代表黄渤将奖杯交给毛宇局长。有请毛宇局长将我们的奖杯传递给青岛，让我们一起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请两位合影留念。谢谢，谢谢两位，请回席落座，谢谢，谢谢，感谢青岛。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将正式的为大家开启今天晚上各个奖项的揭晓。首先呢，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和优秀少儿题材影片。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黄晓明、吴磊、范丞丞，有请。老乡们，大家好！俺要来高兴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朋友啊！俺这个行业朋友来青岛，真是为家乡高兴啊！那个很高兴，很开心。这个华表奖啊，在家乡，来给大家开奖。哎，来，刚才大家好，我是吴磊，非常开心可以来到青岛参加华表奖。大家好，我是范丞丞。青岛人，很高兴能在青岛给大家开奖。啊，我在台下我也学了一句，刚才跟小明哥还有程程，欢迎大家来到青岛。非常标准。对，来到青岛咱可以一块儿这个哈个啤酒，吃个嘎啦。对，其实青岛啊不只是啤酒嘎啦，但还有那个海肠捞饭。啊，你得吃，对，还有烤肉啊，肉汁渣，还有这个野馄饨啊，对，还可以一块儿去这个五四广场，还有栈桥喂个布嘎啊，看个黄渤啊。博哥我知道，这布嘎是啥呀？啊，就是一边看个黄渤，一边喂着鸽子。哦，布嘎是鸽子，原来鸽子的意思。青岛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这次呢是我第3次参加华表奖了，感觉自己随着华表奖一同领略了中国电影多题材、多元化的发展。很荣幸今天可以在青岛跟小明哥和程程一起在这里为大家揭晓今晚华表奖的第1组奖项。其实我们开的奖可以说是代表未来希望的奖啊，就像我们3个人也是很有希望的哈。
这个少数民族电影是我们中国电影百花园里不可缺少的明珠。希望华表奖的舞台能让更多有特色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被人看到，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融合。是的，农村题材电影作为重要的媒介，生动地将农村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展现在观众的眼前。电影这项文化载体，也为振兴乡村、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出了一份巨大的力量。优秀的少儿电影更是我们国家1.4亿少年儿童和家长们的期待，也希望我们的电影人能为孩子们多拍点电影，也希望更多的优秀儿童题材能借助华表奖星火燎原。好，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提名的是，请看大屏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提名，《一山之隔》。我这辈子就算是用嘴啃、用牙咬，我也要把这座山给挖穿。雪豹。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提名的是，请看大屏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提名，《开山人》。我可以为了这3个身段，我这条命我不要了，我跟这个大神拼了！我本是高山。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公平？有本事自己去改变它。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提名的是，请看大屏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提名，《小马鞭》。我最大的梦想是骑着全世界最快的马，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就是风。好，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的是雪豹，恭喜！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的是我本是高山，恭喜！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的是《小马鞭》。祝贺！有请获奖影片的代表登台领奖。同时，也让我们有请王富丽、李若彤、王宝强为获奖影片颁奖。有请获奖影片代表登台，有请3位。让我们全场再次响起掌声，祝贺3部影片。感谢3位颁奖嘉宾。那接下来也有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苍马公墓的了，安静们陈丽音。大家晚上好，我叫久美成烈，我是《雪豹》这部电影编剧和导演万马才旦的儿子。首先，我想代表我的父亲感谢评委会，感谢华表奖，能给予《雪豹》这个非常珍贵的荣誉。
然后其次，我也想代表他感谢所有的出品方和出品人，以及每一位主创和工作人员，还有这一路上给予了雪豹无私支持和帮助的人们。雪豹这部电影是我父亲的第8部藏语电影，但是这一次是他第1次获得华表奖的提名，也是第1次获得华表奖的荣誉。我们深感荣幸，但是虽然这份荣誉和肯定来得有些晚，但我相信我的父亲一定能看到，我相信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今天除了我之外，台下还坐了很多雪豹剧组的成员，我们都非常有幸和我的父亲一起经历了那些难忘的创作的岁月，所以我想说，我们一定会带着我父亲的这种创作精神和他教给我们的一点一滴继续走下去，拍出更好的电影。谢谢。谢谢久美成烈导演，也相信您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拍出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接下来我们有请郑导。我是导演郑大圣，是我本是高山剧组的代表。我先要有请我的女主角海清。代表我的剧组，我要说的是，感谢时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位肉身凡胎的英雄。三生有幸，我们可以见证到这个人间的奇迹。与其说我们是拍了一部电影，莫如说这是我和我的同仁们追慕和接受洗礼的旅程。我们的电影不及我们的主人公精神刻度的1/1000，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谢谢。谢谢，祝贺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获奖影片的感言，有请。大家好，非常荣幸能代表天山电影制片厂来领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此时此刻，最想表达的还是感谢，非常感谢华表奖组委会对小马鞭的认可，对天山电影制片厂的鼓励，感谢国家电影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和全程指导，感谢所有创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所有喜爱小马鞭的热心观众。未来，我想天山电影制片厂会继续努力，会继续扎根在新疆的大地上，用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好作品来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最后，欢迎大家来新疆，策马扬鞭，追光逐梦。谢谢。谢谢您热情的邀请，再次祝贺3部影片，祝贺，请会席落座。谢谢，祝贺你们。接下来呢，我们将要继续来为大家揭晓荣誉，将要开启的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那要掌声有请开奖嘉宾刘敏涛、张子枫。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刘敏涛。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张子枫。哎，小枫，咱们两个上次见，应该是在21年，
快4年的时间了哈。是的，相见那是在金鸡奖的颁奖晚会上。没错，我印象其实也很深，因为当时还跟您还有其他很多优秀的女演员同台，我觉得也是一次很不错的学习机会。然后很荣幸。我也一样，都是学习机会。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去年的华表奖，你获得了优秀女演员奖，对不对？棒棒的。你看哈，你这么年轻，我觉得是很有才华。我个人也特别喜欢你。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合作了那么多的年轻有为的导演也好，有经验的拍过戏的，我们说是老导演也好，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你觉得哪一种或者是哪一类的导演你更喜欢合作？其实我都非常喜欢，也非常愿意，因为像经验丰富的导演对我的指导会很准确，要求呢也会更明确。新人导演会给我更多的想象，还有发挥空间。这几年其实也一直在和新人导演有很多合作，感觉我们更像是在一同进步的。对对对，一同进步，共同成长。作为演员，我们在这个这么好的时代，在这么好的舞台上，去拍电影，去完成塑造自己的角色，不愧于这个时代，不愧于心，不愧于自己，不愧于电影。好，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一次的华表奖，今年的华表奖上，我们这些杰出的青年创作者们。请看大荧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提名，美术老师的放羊班。考试，你不试一下咋知道你不行？你娃其实是个天才。干啥去？上学去。独行月球。我刚子，比想象的还要顺，我真的是天选之子。哎呀，好吧，开奖的时刻到了。小凤，你来说，你来说。好，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的是《独行月球》。太棒了！祝贺！祝贺《独行月球》！有请获奖影片的导演登台领奖，同时也让我们有请管虎、文牧野为获奖者颁奖，有请。好，感谢2位颁奖嘉宾，有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感谢国家电影局，感谢华表奖。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奖这么重，但我想它之所以这么重，是因为它背后承载了太多人的付出。每个角色是演员的亲情付出，每个镜头是摄影的亲情付出。每句台词是编剧发际线的付出，还有很多的幕后英雄，没有他们就没有荧幕的精彩。可以说，电影这条路没有谁能够真正的独行，可以和这么多优秀的人一同前行，我真的很幸运。120岁的中国电影还年轻，路还长，我们接着往前走，继续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谢谢大家。祝贺张弛宇导演。其实近2年呢，在我们的中国电影行业有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现象，就是涌现出了一批有想法、有个性、敢拼敢闯的青年导演。像好东西的导演邵艺辉，还有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导演孔大山，还有哪吒系列的导演饺子，以及唐探1900的联合导演戴墨等等，他们都为我们的中国电影行业注入了蓬勃的活力。当然，他们也在观众当中收获了极高的口碑。确实是这些年呢，年轻导演也好，年轻演员也好，成长真的是非常的迅速，经常就会在不同的片场或者说在不同电影里边见到他们优秀的表现。那其实这些年我也在做了一些
理所应当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了青年导演的培养计划。其实跟很多的年轻的创作者一起合作，就是能够感受到他们蓬勃的创造力，而且十分的不同以往。其实年轻人就是应该不走寻常路，不按常理出牌。说的没错，就像哪吒闹海一样，只有翻江倒海、乘风破浪，才能够掀起改变世界的新浪潮。接下来呢，就用一首《就是哪吒》送给所有敢拼敢闯的中国电影人。也不惜那天生注定的结果。把虚构的道理反复说，让我低头教我怎么活。可你忘了我的试探你的火。我要将那混沌的世界再割裂，在山海间踏碎那烽火地点，让所有谎言在尘世间灰飞烟灭。我要将伤与泪汇成你化作血，在青河间击穿那无尽的夜，让所有不屈的生命能书写自由诗篇。
谢谢各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这里是正在举行的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电影是光影的艺术，它也是一门综合艺术，包括很多重要的元素，其中就有不可或缺的电影音乐。好的电影音乐就像一条无形的丝线一样，可以把光影和情感紧密相连，让观众在光影交错之间更真切地去感受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脉动。我特别的同意，因为好的音乐呢，其实不光是拓展了电影语言表达的疆域，而且也是越来越深地走入到了观众的心房。接下来我们就将揭晓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奖。有请开奖嘉宾雷佳音、王俊凯。大家好，我是演员雷佳音。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俊凯。佳音哥，晚上好。小凯好。我呀，你别笑，我呀，我一直琢磨为什么让我来颁这个优秀的音乐奖。你一叫我佳音哥，我明白了。佳音，佳音呐。我觉得没问题，静候佳音嘛。那这个静候佳音呢，也有等待好消息的意思。那我想先问问哥，您觉得好的电影音乐它是什么样的呢？肯定是佳音。没问题。哎，但我不是说我啊，我说它肯定得是天籁之音。是，对，它不仅能跟电影画面做到天衣无缝，而且它还能帮助演员的表演啊，强化演员的内心。确实，音乐啊。音乐、摄影呢，还有美术，其实都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配乐能够让画面更具有呼吸感，也能让观众有更加完整的一个观影体验。没错吧，佳音哥？没错。咱们赶紧的，请看大屏幕。大荧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提名：鹏飞、三大队。蒙柯卓兰，《封神》第1部《朝歌风云》。来了啊！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的是鹏飞三大队。恭喜鹏飞，恭喜三大队。恭喜，请上台领奖。也谢谢佳音，谢谢小凯。佳音给鹏飞送来了佳音。我们有请赵雅芝、大鹏为获奖者颁奖。祝贺，谢谢颁奖嘉宾，也祝贺鹏飞老师在去年夺得了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之后，现在是捧起了沉甸甸、金灿灿的华表奖的奖杯，请您发表获奖感言。感谢大家。本来我有一个很长的纸条，因为我也记不住，然后但是大家跟我说话短点，那我就短点说。电影音乐呢？我一直说是一个墙头草的艺术，它永远挽救不了一部糟糕的影片，但是它可以给一个不错的影片，添光加彩。所以感谢陈思诚和戴墨给了我三大队，这是到现在我得到的，我从三大队得到的已经超过了我的付出很多，我非常感激。在这里也感谢我的父母。因为
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家出来一个搞艺术的，真的需要很大的包容和耐心。感谢他们，感谢华表奖，谢谢大家。谢谢鹏飞，再次祝贺鹏飞获得了音乐奖，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这个奖，那就是聚焦于电影的光影艺术了。即将揭晓的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摄影。有请开奖嘉宾夏雨、马丽。大家好，我是夏雨。大家好，我是演员马丽。马丽你好，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青岛啊。谢谢。怎么样？来了以后，这个哈啤酒吃嘎啦了吧？还没哈过呢，没有时间呀。啊，洗海澡了吧？洗海澡？太冷了吧，夏雨老师啊！是有点早啊，时间。那个，咱们刚才聊天，我也听说你在青岛拍了很多的戏啊。对。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到了现场以后，不管有你戏没你戏，你永远肯定会看到的那个人是谁？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啊，你可能不一定会跟你的对手搭戏，可能还得跟他去搭戏。这个人，摄影。没错。对，所以摄影师啊，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咱们演员最亲近的一个搭档了啊。有了他们的这种精准的记录，还有这种镜头的设计，才能把我们演员的这个情绪表达，通过镜头完美的呈现给观众，让咱们的这个表演的感染力得到最大化的一个呈现。是的，没错。摄影师呢，就是片场幕后的英雄。除了默默地捕捉演员最好的一面，他们还能够做到和导演同频共振，将创作者想要追求的视觉影像风格，用镜头语言一一的实现。是的，所以在这里也要感谢所有的摄影师，用镜头为中国电影留下了无数的经典的瞬间。那么本届提名者都有谁呢？一起看大屏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摄影提名：白玉霞《长空之王》，蔡涛、廖拟《无名》，那么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摄影的是，我们看一下，蔡涛、廖拟。祝贺蔡涛、廖拟，请登台领奖。祝贺！恭喜你们！有请曹保平、倪萍为获奖者颁奖。有请2位颁奖嘉宾。谢谢2位颁奖嘉宾，祝贺您，请您发表获奖感言。我是替蔡涛跟廖拟来领奖，因为他今天早上就很紧张，他说我们已经进入到提名了，如果得不了奖，我们继续努力；如果得了奖，你帮我念几句话。所以在这里我念一下他们的感谢，衷心感谢华表奖评委会对无名的鼓励。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试图通过克制的镜头语言与充满张力的构图，让观众在幽暗的光影
和隐喻的画面中，触摸到那个特殊年代压抑而汹涌的时代脉搏。因为参与《无名》的拍摄，有幸和各位高手过招，特别感谢美术指导孙俪老师，用极具质感的场景构建了那个时代的呼吸。灯光指导徐欧老师以细腻的光影为画面赋予了迷人的气息。各位优秀的演员老师又充满感染力的表演，才让镜头如此生动。作为摄影团队，我们只是以简洁朴素的方式，试图忠实呈现程耳导演和制片人娜娜姐对电影美学的极致追求。他们的严苛要求激励着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最感谢出品方博纳的投资，才有这部电影的诞生。于总对主创的信任和支持，使得电影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这份荣誉是整个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摄影团队的荣幸。最后，感谢所有走进影院支持《无名》的观众，是你们让这些瞬间有了价值和意义。再次真心的感谢中国电影华表奖组委会的评委们对《无名》摄影工作的认可，让我们对未来更充满期待。愿中国电影的光影传奇永远与时代同行，共创中国电影的华丽篇章。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对，这部电影叫《无名》哈，是为了致敬全面抗战时期的无名的地下工作者。但是其实我也想请刚刚的那位获奖者，他代表我们去转达对两位老师的敬意，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获奖其实也可以用无名来概括，因为他们的作品是无与伦比，得奖实至名归。摄影永远是躲在镜头背后的。再次掌声祝贺蔡涛、廖妮获得了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电影摄影，祝贺他们！祝贺！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120年的辉煌，正是这些追光者、勤光者他们开拓创新、努力奋斗的结果。电影啊，绝不只是艺术家们纯粹的自我表达。电影是作品，也是产品。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和转型，中国电影的工业化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一步步地打开电影艺术发展的更广阔的一片天地。从《流浪地球》中国式科幻的星辰大海，到如今充满想象和技术高光，并将传统神话与观众情绪完美融合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与未来、现实与浪漫相融合的中国，一个富有创新、想象、开放、自信、永远开拓进取的中国电影，正在年轻创作者的银幕画卷充分呈现。与此同时，我们更看到了中国电影始终走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一阵列。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之下，中国电影正在不断地走出去，走得更远。一个强大、自信、开放、文明的中国，在银幕的光影流转之间，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进更多国家人民的心灵。同时呢，国产电影的火热也带动了很多领域拓展新的局面。中国电影消费年、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品美食等创新项目，也带动了生产生活的进阶。光影做向导，美好的生活就在脚下，让我们跟着电影出发。走吧。去哪里啊？我们今天去哪玩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好地方，我就想出去看看。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我该出发了。跟着电影出发，沿着银幕的光照亮远方的风景。电影从来不只是120分钟的光影魔术，当银幕之光照进千行百业，电影与旅游、美食的跨界联动，激发出经济发展和产业融合的无限潜力。跟着电影出发，把电影的流量转化为旅游的流量。2024年7月，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共同组织开展的“跟着电影去旅游”活动正式启动，推动电影片方与全国各地景区景点成功合作，电影加旅游
正成为覆盖全国的电影文化新现象。跟着电影出发，以电影为媒，吸引更多海外游客来华亲身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随着2025年春节档电影全球热映，跟着电影游中国活动也全新起航，为入境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跟着电影出发，当光影和美食交织，便是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2025年1月20号，国家电影局会同商务部启动跟着电影品美食活动，投入专项补贴近3亿元，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4月18号，中国电影消费年启动，电影正打通全链条，注入提振消费的火热动力。好电影永不落幕，新的旅程待启航，让我们跟着电影即刻出发，向着梦想和诗意的远方。中国电影人任重道远啊！因为只有大家拿出更好的作品，才能让更多的观众跟着电影出发。中国电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放歌，因而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鲜活饱满、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使电影生出灵魂，过目难忘、经久不衰，成为演员们毕生的追求。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大家开启的就是最为瞩目的男女演员奖。首先要来看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女演员最终的归属。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任素汐、沈腾。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任素汐。大家好，我是沈腾。说话呀！我先说啊，非常荣幸再次来到这个华表奖的现场，能跟这么多的前辈同行们一起交流学习，非常荣幸。希望下次还来。在过去2年里啊，许多的女性角色在大屏幕上大放异彩，可以说是巾帼不让须眉。那么，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提名的是，请看大屏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提名：马丽，第20条。韩明啊，拎包啊，赶紧出去跟法律过去。你别这个态度，行不行？我哪个态度了？我还得微笑服务呗。韩老板，拎包去跟法律过，好不好？惠英红，我爱你。我心腾腾开。哎，二位都是我的心头爱。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惠英红，我爱你。祝贺惠英红，恭喜！请惠英红登台领奖。昨天还看到红姐在微博上发的“青岛是俺的家乡，青岛是俺的福地”，今天真的是福地，第一次获得华表奖的提名，第一次拿到了华表奖，祝贺您！有请祝希娟、张凯丽为惠英红颁奖。惠英红也创下了华表奖的历史，成为了第1位获此殊荣的中国香港女演员。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祝贺。
谢谢两位颁奖嘉宾，谢谢您，朱锡娟老师，谢谢张凯丽老师，请慧心落座。谢谢。我们有请惠英红来发表感言。谢谢中国电影华表奖赋予我这么大的鼓励，感谢你。我拍了快50年了，我真的见证了中国电影一步一步遇到困难不退缩，一直往前走，一直去调整自己。现在的中国电影，科技、人才、好的题材，百花齐放。我相信会越来越好，我们能够站在第一位。就算遇到任何困难，我们中国人是硬骨头，不怕任何困难。我今年56岁，我不会退休，因为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不能参与电影，我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非常荣幸能够是中国电影的一份子，所以我会一直会出我的力量，直到你们不要我。可是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要我，因为我会在未来每一个工作会出300%的力量把它做好，我不会丢任何中国人、中国电影人的脸。我爱中国电影，我爱电影，我的生命就是电影。老乡，我也爱你。谢谢中国电影人惠英红，永远不退休，中国电影永远不退缩。谢谢，再次祝贺惠英红。绅士的张毅先生，我们再次让惠英红老师感受一下家乡青岛的热情，好吗？这里永远是您的福地，也欢迎您能够来青岛拍电影。也希望青岛能够成为更多中国电影人的福地。好，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男演员。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段奕宏、蒋勤勤。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蒋勤勤。勤勤你好。老段你好。距离我们上次合作到今天有多少年了？我们俩是2010年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5年了。15年。对呀，你从小段变成了老段。我不能说你变成了老姜的。但是我看到了你一直在优秀的要求自己，一直在要求自己不断的进步，对作品、对人物，我特别感动。那我想问问，走到今天，你对优秀演员有什么样的定义？我觉得首先啊，得是合作起来特别的默契，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和谐。就比如我跟蕾蕾，
我们一块儿拍的《草木人间》就相见恨晚。还有我跟易烊千玺一块儿拍的《小小的我》，也是一见如故。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他们对表演的专注，还有他们对表演的热爱，特别特别感动我，打动我，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新一代的青年演员他们的炽热和光芒。我们给青年演员鼓鼓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关键词特别好，感受。我是觉得优秀的演员，首先必须得有专业素养，然后得有对生活真实的爱和痛的感知力。在我看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很容易忽略或者不在意我们的爱，我们的痛。这种能力、这种感知力，如果丧失的话，对于创作者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才谈到扎根土壤的创作力、表现力。我认为这是我个人追求的优秀。所以就是眼里有角色，心里要有观众。让我们来看看今天优秀男演员的提名，请看大屏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提名：王一博，《热烈》；张译，《三大队》；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的是，哇，1、2、3，张译，祝贺张译。祝贺张译第2次获得了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请登台领奖。有请唐国强、李少红为张译颁奖。谢谢2位颁奖嘉宾，谢谢，请回席落座。有请张译发表感言。第2次还是这么激动，能在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这个年头，能在我的老家山东拿到这份鼓励，非常非常荣幸。但是三大队呀，它是一个群像作品，这份鼓励真的不能只属于我一个人。它首先属于我们故事的原型，那个程兵，属于我们的编剧。我很荣幸地演绎了他笔下的5个角色，其中有3个角色为我拿到了这种鼓励，所以也要属于张继老师。属于陈思诚，他对市场、对故事的判断，他对人性的判断非常准确，也是我多年的好友。属于戴墨导演，年轻，有冲劲儿，才华横溢。属于我们所有的职员，属于我们的演员王骁、曹炳坤、子贤、魏晨、李晨等等等等，还属于我们的
观众，属于我们纪实文学的作者深蓝老师，属于千千万万像程兵一样英雄的共和国卫士。过去，我以为演个电影，能满足自己的梦想。但是去年我们三大队非常有幸，跟随国家电影代表团出访了白俄罗斯、巴西和秘鲁。中国故事在海外受欢迎程度远超我个人的想象。所以我发现，原来我们电影人也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把我们优秀的中国故事、我们的文化自信传播给世界各地爱好和平、爱好故事的、喜欢中国的朋友们。这个梦想可以实现。演员得益于电影，电影受益于观众，观众得益于生活，生活得益于新时代。我爱电影，我爱中国电影。感谢华表奖所有的评委，感谢国家电影局。最后，我继续努力，谢谢。谢谢，再次祝贺张译。祝贺，祝贺张译，也期待着未来能够把更多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庆祝一下，可以去哈啤酒了。在此，我们也特别感谢青岛啤酒对本届华表奖的大力支持。青岛啤酒为生活创造快乐。其实电影啊，也在为生活创造着更多的快乐。银幕上的那些悲欢离合，都是生活点滴的汇聚提炼。所以电影人真的需要有一颗匠心，要有工匠精神，精益求精，才能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电影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是创作者的匠心独运，才能够把浪漫的想象变为现实。接下来就请欣赏舞蹈《光影匠心》。
谢谢舞者们精彩的演绎。哇，太美了！对，就是看着完全像是一部活着的电影。这个意跟静啊，要不然说是叫这个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对，而且好的创作其实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支舞蹈一样，可以说是行云流水，独具匠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的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编剧奖，有请开奖嘉宾陈建斌、秦海璐，有请。大家好，我是陈建斌。大家好，我是秦海璐，很高兴跟我的师兄一起来开华表奖。师兄不仅是优秀的演员，而且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导演。最近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担任这个短片单元的评委会主席。那我就想知道了，作为演员、导演，肯定你跟编剧有很大的关系。那您认为挑本子的诀窍是什么？拿我拍的第一部电影的经验来说呢，就是看能不能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架构里，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讲述人物内心的万丈波澜。好的剧本就是激发导演的创作的基础。是，而且好的剧本也是能够让演员进行2度创作的一个基础。都说生活是最好的编剧，但是如果没有编剧的妙笔生花，再好的生活也变不成可以拍出电影的剧本。在此，向优秀的中国电影编剧致敬。那么，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的提名是，请看大屏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提名：王威，《长安3万里》。他身在这世间，却又仿佛在这世界之外。成了！董润年，英罗家，年会不能停。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关键的问题，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还要看具体的情况。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的是董润年，应罗家，年会不会停。祝贺！祝贺！恭喜！请获奖者上台领奖。有请刘伟强、刘慈欣为获奖者颁奖。有请，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掌声不能停，来祝贺他们？我们请2位颁奖嘉宾颁奖。谢谢2位颁奖嘉宾，请董老师和殷老师发表获奖感言，有请。大家好，我是年会不能停的编剧导演董润年。谢谢大家。当8年前我们第一次想到年会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都预料到了说这个电影可能会是一次充满了艰辛的旅程，但我没有想到是这么美妙的一个旅程，它带给我们的已经非常的多了。我感谢华表奖，感谢电影局，我要感谢我的母校传媒大学，在那里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光影的秘密，让我们对电影产生了无比的热爱。我还要感谢
带我走上电影创作之路的管虎导演、宁浩导演，还要感谢黄渤老师。就没有黄渤老师，我的第一部电影，我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就不可能被拍出来。我还要感谢为我们年会付出了辛勤努力的大鹏、白客、庄达菲、王迅、李乃文等等这些优秀的演员和所有优秀的幕后的创作者们，是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的文字变成了银幕上那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我拿到这个奖对我是一个最大的激励。其实它是告诉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不要忘记用自己的笔和摄影机去展现我们这个伟大的巨变的时代，去展现我们每一位观众、每位人民的心声。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其实这个电影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是一个亲历者，也是旁观者。我深知道你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的辛苦，遇到了多少的困难。英罗佳有什么想说？大家好，我是年会不能停的编剧，并且是制片人英罗佳。没想到能得这个奖，所以我跟董仁年两个人没有共串通过，所以他几乎把我想感谢的都感谢了。但是呢，我刚才站在台上，我就在想说，其实做这个剧本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在剧本阶段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没有对标作品的。然后呢，在职场喜剧类型也还没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我们几次都要放弃这个创作了，因为太难了。然后屡屡放弃，又屡屡想重启这个项目。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精神的鼓励。我就想起有一次的精神鼓励，给自己打气，就是说，我们努力一下，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站在红毯上，站在华表的舞台上。当时觉得有点，他是不是自己要的太高了？因为华表真的好难。但当时说的是，想一下又如何？我就在想，站在现在的这个自己，是不是就在给当年的自己传递这个信息？想一下又如何？我们可以做到的，也是想在这儿告诉现在正在做剧本的我们，我们依然有很多次想放弃，依然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再努力一下，我们再努力一下，我们会获得我们想得到的，让观众喜欢这个作品，让这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都能得到共情。谢谢大家。感谢感谢，谢谢感同身受两位创作者的心态，再次恭喜你们。对，想一下又如何？梦想还是一定要有的，也期待你们坚持不能停，拿奖不能停，同时为观众呈现好的作品更不能停。对，这个一路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这个就像我们的中国电影一样，从1905年定军山的锣鼓敲响，中国电影的序章，到2025年，哪吒是魔童闹海，勇夺全球影史票房的前5名。120年的沧桑巨变，中国电影在几代电影人的耕耘中不断前行更续，铸就起浸润着中华文明血脉的光影之路。新世纪100年历史大变局的风云际会，也催生着中国电影变革的新生力量。从《流浪地球》、哪吒系列，我们看到新一代导演怀揣新的抱负，以更大胆的勇气和想象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将中国电影的新故事、新形象传播到世界，继续书写中国电影星辰大海的新篇章。我不用剑，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每一部作品都得当做自己这辈子做的最后一部作品。 I have the last question for you. Where's equality? 其实真的就是想告诉大家4个字：唯有自强。危难当前，没有责任。只有国家够强大，你才可以拍科幻片。准备射水，逆风而行，浴火重生，以天马行空的瑰丽想象和浪漫诗意的笔触，热血澎湃的少年气，打造洒脱奔放的电影新世界，赴传统文化以新生。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唤起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热爱。怎么才能算好呢？裁判是谁啊？这个时代的确给予了年轻人很多机会。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所热爱，要为他全力以赴的事情。你为什么打拳？想赢一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用的是100%。像野草一样，把根死死地扎在擂台上。最重要还是内心的那口气。这口气，我要争回来。新宣言、新观念、新视听、新气象，展文化自信，与时代同频。新一代青年导演百炼成钢，以光影书写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铸就电影银河的星光璀璨，传承120年血脉薪火，冲刺2035文化强国新目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二锅头，我就认红星。49年那会儿，北京就这一家，几辈人都喝这酒，红星纯粮的，这味儿正。红星，北京二锅头始创者。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这么辣，你还吃得这么爽？一口透心凉的雪碧，让每一口辣都像第一口这么爽。爽辣灵魂搭，一口新飞扬，雪碧透心凉，新飞扬。感谢崂山白花蛇草水对华表奖的大力支持。乖乖，挺好喝，乖乖，挺好喝。崂山白花蛇草水，草本气泡水，怪怪的，真的挺好喝。感谢青岛啤酒对华表奖的大力支持。青岛啤酒为生活创造快乐。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岛啤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的现场。在这里呢，要感谢崂山白花蛇草水对本届华表奖的大力支持。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中国电影这些新力量导演们充盈的新力量，相信他们一定会成为中国电影未来的中流砥柱。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陈坤、梅婷。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陈坤。大家晚上好，我是梅婷。陈坤啊，看完新力量导演的短片，你想不想也跨界做一回导演？从来没有过。我觉得我喜欢当演员，我喜欢在规定好的台词里面，在一个场景里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享受我自己的专注，不断的学习，并且不断找到安全感和幸福感觉。哦，其实我也知道陈坤给很多年轻的演员以及喜欢表演的年轻人提供
表演和交流的机会。我也去他那儿上过课，收一杯钱。我们是一起上的课。对，一起上的课。所以今天大家都听到了，尤其是新人导演们，可以多找陈坤合作，当然也可以找我。不仅仅是新导演，新老导演都可以找找我们啊！要重复一次。新的导演更需要的是全行业的扶持和信任，才能让更多的观众领略他们的才华。那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中国的电影百花齐放，更多的优秀作品可以涌现出来。那么，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提名的是，请看大屏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提名，郭帆《流浪地球2》。真正难的一个挑战是要去演年轻的自己。到了一个人，爸爸买给你。韩延《我爱你》。我的小丑。哎，我觉得这样一下，这个递进感就特别明确。你还好意思说笑颜？小丑。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的是郭帆导演。恭喜郭帆导演。请郭帆导演登台领奖。《流浪地球3》刚刚在青岛开机，在青岛拿到了华表奖，是个好兆头。有请陈可辛、陈丽为获奖者颁奖。谢谢两位颁奖嘉宾，谢谢请回席落座，有请郭帆发表感言。本以为不会激动，可能奖还是领的少了。特别激动的站在这个地方，要感谢的话有很多。《流浪地球》这一路以来，我们从15年到今天已经10年了，所以回到青岛拍戏，特别像回家一样。这一路以来，这个小破球有很多陪我们走来的人，比如像，当然最开始我们要感谢的是刘慈欣老师，没有他的那本在99年的小说，就不会有这部电影。感谢他为中国科幻文学带来的巨大的贡献。这一路以来，有很多人陪伴着小破球往前走，比方说有吴京老师，不光一开始是说客串，串了就变成了主演。一开始说的不收钱，后来又投了钱。这一路以来，还要感谢我们的傅若清副总，在一路以来，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遇到各种质疑的时候，是他会站在前边，义无反顾地支持着我们这部影片。我们要感谢徐健老师，贡献了那么优秀、精彩的角色，感谢您。还要感谢沈腾老师。我觉得电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感受，就在刚刚我们还在现场，他一脸灰尘土脸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神奇，是电影给了我这种感受。感谢我的家人，一路以来没有他们的陪伴和支持，我没有办法放心的在这里去拍这部电影。然后我是学法律的，所以一直以来对导演这个行业都觉得没有自信。感谢这个奖，感谢华表奖能够给我这个自信，感谢国家电影局，感谢国家，感谢。
谢谢。《流浪地球3》正在拍摄当中，华表奖也是难得放松一下，回去继续开工。我们期待着拍摄一切顺利，当然也和大家相约在2027年的大年初1，《流浪地球3》我们影院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大家开启的就是今晚的压轴大奖——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有请开奖嘉宾成龙、章子怡。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章子怡。大家好，欢迎来到俺的家乡，俺是庆隆。成龙大哥，你也是山东人？俺山东人，香港长大的山东人。那大哥，我想请您教我一句山东话。我们都是中国演员，怎么说？俺们都是中国演员。行啊。大哥说的好吗？那你看，对不对？影帝都给我们竖大拇指了。哎，开奖。很荣幸啊，跟大哥一起来开优秀故事片奖。成龙大哥，您有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动作喜剧电影，但在您的这个电影创作中，其实大家都看得到您在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类型。我想问您，就是优秀影片，您认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我的电影啊，都是讲小人物，这种感觉呢，很吸引观众，也贴近观众。但是我也很喜欢拍一些现实题材的电影，关注当下最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创作者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中国电影，中国还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我们应该把中国故事、中国文化拍给全世界观众看。是的。我觉得好电影是真的可以跨越国界的。我相信，在我们所有中国电影同仁的努力下，中国电影会越来越好。让我们看看本届中国华表奖优秀故事提名，请看大荧幕。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提名，《八角笼中》。旗子，给老子把旗子打出来！三大队。三大队，任务完成。飞驰人生2，万里归途，我们带你们回家。无名，长空之王，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今天我只要赢。年会不能停，这锅得你背，自愿加班，没人敢说，我很忠诚，都怕背锅。好不到，已经可以了。我们一起摇太阳。我爱你。我们是老了，但只要还没登短，那就得继续走。无爱敦煌，守护好莫高窟，是我们做儿女的天职。志愿军雄兵出击。松骨峰上的3连，爱呀，一定会为新中国，为中国人记住了。密度。封神第1部《朝歌风云》。钢铁意志，
今天将为新中国练出第一路铁水。热烈，《流浪地球2》。我只想让我的家人活下去。第20条，法不能向不法让步。长安3万里，我是当初此盛世，当为大鹏。熊出没逆转时空，跟他们拼了！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的是第20条，《流浪地球2》。三大队，《封神》第1部，《朝歌风云》。志愿军雄兵出击。万里归途，我爱你，年会不会停，逆渡长安3万里。好，我们有请获奖影片的代表登台领奖。有请各位。有请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为获奖影片代表颁奖。祝贺所有获奖影片，请盛海雄部长来到电影人中间和大家合影留念。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祝贺这10部优秀的影片。让我们共同留下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这个光彩的瞬间。谢谢盛海雄部长，谢谢您，请回席落座。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一位作为代表来发表感言。那我们有请中影傅若清董事长吧，有请。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感谢华表奖，感谢中宣部和我们的国家电影局。今天的光影殿堂见证了中国电影人用赤诚之心镌刻的时代答卷。这10部作品是万千创作者以镜头为笔，光影为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书写的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他们中有普通人的家国情怀，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浩瀚想象，有热血铸就的民族脊梁，有浪漫流淌的千年文脉。这些作品都以小切口映射大时代，用平凡故事的微光点亮民族精神，汇集成了14亿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历史的壮阔星河。今天的荣誉属于每一个坚守初心的电影人。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文化使命的践行者，我们深知，银幕上的一帧光影，不仅是艺术的凝结，更是一代一代人
精神的映射。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才能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深情回应时代脉搏，与人民呼声，才是中国电影人持续奋斗、砥砺前行应有的姿态。10年后，建成电影强国的目标在呼唤我们，让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共同为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而奋斗，在时代潮流中书写中国电影的璀璨篇章。谢谢。谢谢傅若清董事长，再次祝贺所有获奖的影片，谢谢大家。谢谢，再次祝贺，请各位回席观礼，也期待着未来各位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回馈我们的电影观众。谢谢大家。真的要感谢每一部优秀的中国电影，他们都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光明的故事写下了生动的注脚。接下来呢，我们要为2025年一部现象级的优秀的中国电影颁发一项特别荣誉。这部电影今天在现场已经被很多朋友提过很多次了。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呢，有个爱好，就是很喜欢说打油诗。我想，如果他今天在现场的话，可能会这样来介绍吧。怎么介绍？我模拟一下啊。哦。华表讲台放光彩，光影筑梦新时代。我哪吒闹海闯世界，踏出一条新路来。好。哎呦，看来康辉老师真的是没少看《哪吒之魔童闹海》，刷了好几遍，刷了好几遍。正是因为有像您一样的观众，所以《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票房纪录在不断的刷新。截至目前呢，全球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7亿元，而且呢也荣登了我们全球影史票房榜的第5位。国内的观影人次突破了3亿。铸就了我们中国电影光辉的里程碑之一。我们真的为《哪吒之魔童闹海》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年，小哪吒不仅为中国电影市场打响了头炮，而且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文化输出立下了头功。魔童闹海激荡9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一段短片来见证哪吒的荣光。以4新春，小哪吒一飞冲天。全世界看见中国电影的力量，感受中国故事的动人，沉醉于中国文化之美。超157亿，勇夺全球影史票房前5，不断突破的数字是电影人深耕创作的果实，是电影产业腾飞的光耀，更是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勋章。特授予《哪吒之魔童闹海》特别贡献影片。恭喜《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特别贡献影片，让我们有请影片的出品人王长田先生上台领取荣誉。有请。有请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为尝一尝鲅鱼馅儿的饺子，是吧？当然，其实对于广大的影迷来说，我们有耐心等待，我们也期待第3部为大家再创精彩和奇迹。好故事就如同是源头活水，而好电影永不散场。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来推介5·1档和2025年重点档期即将和大家见面的优秀国产影片。我们有请各个影片的剧组代表登上舞台，为大家推介他们的作品，掌声欢迎。欢迎大家。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好工作的剧组代表为大家推介。只许失败，不许成功。我们有最荒谬的 KPI。掀掉天花板，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工位。职场新喜剧笑点广购。
希望大家都来看我们的电影，看年轻人是如何在职场反向操作的。2025，让我们一起迎接好工作。谢谢。好，接下来有请《逆风而行》剧组为我们推荐影片。希望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都能等到一束属于自己的光，逆风而行，逆流而上。你在学习如何做一名好学生的时候，我也在学习如何做一名好父亲。逆风的时候，希望能够与你同行。无论是考场还是职场，不放弃，不绝望，风再大又怎样？逆风而行，坚持就能看到希望。这个暑期看《逆风而行》，接好运上岸。中国电影也逆风而行。接下来我们有请《愤怒的老虎》剧组为大家推荐。电影《愤怒的老虎》通过作家林一虎的视角，观察社会，讲述了各种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我们心怀美好的同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受害者的鲜血和眼泪。希望大家一起期待电影《愤怒的老虎》，2025电影院一探究竟。好，谢谢。我们看到了高群书导演，接下来请生还剧组代表来推荐影片。电影《生还》聚焦东北抗联历史，用一段跨越7年的故事，展现了个体在战争中的蜕变与民族精神的传承。影片即将在8/15上映，让我们在银幕上重温那段伟大的事迹，致敬革命先辈。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电影《枪神》剧组进行推荐。导演带领我们历时了春夏秋冬，跨越祖国的大江南北，为您呈现了跨越整整半个世纪50多年的峥嵘岁月。没有他不熟悉的枪，没有他定不了的案。电影《枪神》带你走进中国首席弹道弹痕专家的传奇故事。谢谢，我们很期待。接下来请电影《731》剧组来推荐影片。电影《731》历时10年筹备，首次以电影形式揭露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让我们不忘历史，珍爱和平。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群星闪耀时剧组推荐。从东方红1号奏响太空序曲，到神舟飞船开启银河漫游。我们知来处，敬当下，向未来。电影《群星闪耀时》凝聚了几代中国航天人的不懈追求，打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人文科幻故事。让我们期待未来一起在荧幕上闪烁吧。谢谢。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动画片，有请《聊斋兰若寺》剧组的代表来推荐影片。《聊斋兰若寺》是一部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品，其中的故事呢光怪陆离，但又亲切可信。电影《聊斋兰若寺》会用动画电影充满想象的语言再现这一经典。我们在电影当中呢，也描绘了一个东方志怪的这样的一个奇幻世界，能够让观众呢遨游其中。那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进入《聊斋兰若寺》的世界，再赴国漫之约。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无名之辈》系列电影剧组，有请。无名之辈小人物宇宙开启，接二连三，好戏不断。全员爆改，惊喜登场。放眼未来，大步迈开。世界舞台因我精彩。新故事，新朋友。新梦想，新订单。无名之辈，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好，谢谢。接下来欢迎《刺杀小说家2》剧组来推荐他们的影片。
还记得《刺杀小说家》第一部跟观众们见面的时候，大家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时隔4年，我们又回来了。这一次，《刺杀小说家》将会带来更强大的创作阵容、更宏大的小说家宇宙、更独特的东方奇幻故事。相信这场盛夏的冒险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超出想象的惊喜。一次拯救异次元的危机，一起开启全新冒险。谢谢你们的推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捕风追影》的剧组代表进行推荐。《捕风追影》由成龙大哥张子枫主演，带您感受传统追踪技与高科技碰撞之下的正邪斗智斗勇。2025年等您来看，谢谢。谢谢各个剧组为我们热诚的推荐。相信随着这些新的影片陆续定档，一定会在2025年接下来的重要档期当中，为观众带来更为丰富和精彩的观影体验。真的有点等不及了。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大家推荐的是5·1档的新片，让我们有请5·1档新片的剧组登台和大家见面，欢迎他们。有请。欢迎我们5·1档新片的剧组代表们，欢迎大家。首先呢，我们有请《猎金游戏》的剧组代表推荐。电影《猎金游戏》以小人物的视角，揭秘投资理财内幕，窥探金融圈生存法则。电影中有逆时的热血，更有拆穿投资谎言的爽感。猎金游戏5月1号全国上映。刘德华、欧豪、林晨主演，还有李丽、黄奕、蒋梦婕、郑居石一些实力派的演员一起演出。希望大家这个5一到电影院看《猎金游戏》。好，谢谢，我们期待《猎金游戏》。接下来有请人生开门红剧组来推荐。欢迎大家来到人生开门红的直播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把笑点给家人们端上桌了。这个5一，看我们勇闯直播圈，欢笑不停歇。我们说一个数，5月1号，看人生开门红，好运常来，笑口常开。谢谢你们热情的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独一无二剧组来向大家推荐，有请。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留下和离开里长大的小孩，希望这部电影让大家记住，每个人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部轻松有趣的电影，也是一部让人心里暖洋洋的电影。看完电影之后，你一定会想给家人打个电话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想和全场的观众一起比一句手语：你是独一无二的。谢谢这独一无二的一家人，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水饺皇后剧组来推荐这部5·1档的新片。大家好，我们是水饺皇后剧组。其实这部影片是我们所有人向妈妈致敬的电影。这是一部讲述了张建和阿姨坎坷又励志的人生故事。她的那种坚韧和乐观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一部非常有温度的电影。希望大家4月30号走进影院，感受爱，分享爱。谢谢。我们有请其他2位还有要说吗？惠英红老师。水饺皇后是真人真事，不作假，真实流露，让你感受到我们戏里面的爱。然后希望你看完之后，带着你妈妈一起包水饺。4月30号，我们影院不见不散，一起感受那份爱的温度。谢谢。刘伟强导演。来看呗，你看我们多好的演员。4月30号。4月30号不见不散，我们影院见。希望大家走进影院。4月30号一起吃饺子。希
希望大家能够去影院去感受《脏姑娘》的故事。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台上各位电影人的倾情的推介。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5·1档能够用这些精彩的影片再次掀起观众的观影热潮。2025年光影长相伴即将上映的这些新片都已经整装待发了。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电影加油喝彩！让我们相约电影院见。谢谢各位，谢谢。2025电影院里看什么，观众朋友可以期待什么？我相信现在很多影迷可能已经在做观影计划表了。所以这个5·1档，真的我们期望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走进电影院，通过这些新片来感受中国电影人的匠心，一起来见证中国电影的蓬勃气象。我们也特别的制作了一支短片，集结了5·1档将和大家见面的这些优秀作品，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期待他们的故事。水饺，有风干的水饺，仲有水饺啊！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长官，全线卖出。力能迅速成为爆款。哇哦，这流量就来了。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120年的峥嵘岁月，胶片镌刻下了民族记忆。120年接力攀登，银幕照耀着文明足迹。当我们回望1905年那方幕布上的京剧光影，再看今朝剧幕下中国电影的星辰大海，中国电影人始终以光影为梯，在时代的峭壁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时代坐标。2个甲子的轮回，中国电影已经从单真微光汇聚成了璀璨星河。就让我们一起写就光明的故事，薪火相传。当我们还是一个小武行的时候，我常常在片场给那个钨丝灯烤得发烫，那一束光永远刻在我的心里。我们只知道拼命，脑海子满脑子都是胶片的声音，我们会紧紧地抓住那束光，每一次一讲 action， 这就是我们几代人。当我每次直视镜头，都会发现一条路，路上奔跑着寻梦的你和我。它通向内心，送我去天地间翱翔。我们看见世界的模样，回头望，支撑大家的还是那光源闪亮的地方。当我推开电影的大门，眼前是星河浩瀚，那荣耀的每一颗都贯通过去与未来，这是传承的勋章，定义生生不息的力量，而一切璀璨都是光明的果实。120年回望与远航，中国电影寻光登场。这是我们的故事，这是光明的故事。星星在哪里？向着它歌唱。
故事从这开始，渴望破土争光。星星在哪里？追着它天亮，一颗一颗数在心上，越来越烫。这是我们的故事，这是我们的光明。悠悠银河前繁华，星火披肩上，不是人光明无穷遐想，不知不忘，冉冉霞映重重光，暮暮头心上，光明的故事骄阳万丈，你我登场。星星在这里，连着它橱窗，笑靥怒放，映在穹苍，红洒东方。悠悠银河前繁华，星火披肩上，不是人光明无穷遐想，不知无忘，冉冉霞映重重光，暮暮头心上，光明的故事骄阳万丈，你我登场。悠悠银河前繁华，星火披肩上，不是人光明无穷遐想，不知无忘，冉冉霞映重重光，暮暮头心上，光明的故事骄阳万丈，你我登共筑电影梦，激扬时代情。以光影为画笔，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就，创造一批融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从1905年的定军山到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相隔2个甲子的光影守望，中国电影写就了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诗篇。120年星河流转，轻舟已过万重山。从白手起家到惊艳世界，中国电影始终与观众同行，与时代同行，与世界同行。歌声寄托着我们所有人的憧憬，相信中国电影明天会更好。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电影已经吹响了10年奋力冲刺的号角。让我们继续与中国电影携手同行，共创辉煌，共享荣光。来宾们、朋友们，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朋友们，
再见，再见。